家好，我是田园，今天要来做福州扁肉，重点是我们自己来做扁肉皮。那今天整个操作呢，我都给樵夫大叔，那他从来没有做过。如果你也是新手的话，一定要有信心哦。第一步，我们让樵大叔来揉面，这里是中筋面粉，碗里面加一点小苏打，还有盐。然后把它搅匀之后呢，我们碗里面加水，这水的量是面粉的1/3，也就是说1/2杯就够了。然后呢，先倒一部分的水，不要全部倒进去，把一部分的面粉搅成雪花状，然后再把它捏成团。这个面团要比较硬才可以。有点软，有一点软，你再再揉一点粉进去。有点硬了，但是还揉得动。好，把硬的就拿出来，放到一边，继续搅。好，现在可以揉成团。这个面团应该比较硬吧？混进来，像2团混在一起。好，现在去揉它。好像偏软。还可以。你这样子再加点粉，还是要偏硬一点。刚开始要偏硬，因为待会儿静置的时候它还会变软，所以你还得要往里面加粉，一定要硬一些。现在还揉不光，很多断裂的，好，放在那里给它静置20分钟，给它捏成团。在笨手笨脚的。好，很好，你已经很聪明了。盖上，静置十几到20分钟。20分钟之后，再把面团拿出来揉。这感觉还是比较干、比较硬，这就对了哈。哎呀，这面光滑。还有一面呢？这面不光滑。没关系，把那面放着，然后你先把它搓长，因为这个面比较硬，揉光滑不容易，你用一面光滑就可以了。那所以我成功了。成功了。今天这个面粉的量分成4份，它刚刚好合适我的擀面杖和面板的大小。那现在把面团先挤成一个小圆团，然后揪下来，这样子呢可以保证光面在外面。揪下来。把光滑的留在外面就行了。好，再来就是继续。现在我们要做这个动作哈，就这里不光滑，这里不光滑，我们把它这样子压到底下去，把光滑的面露在上面就可以了，不用太使劲。好，你来试一下。好像我这手指压不下去。一个憨手，就是把那个转一转，把光滑的面转到上面来就好了。可以。然后你如果弄不圆，你就把底下收进去啊，然后留着光滑的面在外面。那现在压扁它，这样就好了哈。开始把它擀，就不用太使劲哈。对它要和气一点。好，行了，不要去压它，压它反而破了啊！先放一边，放在这里。好，差不多大，再来。都擀好以后，我们用布稍微覆盖一下，以免它变干表面，然后静置10分钟就够了。切开。然后刚才那个顺序我们倒过来，把光面朝上，光的一面朝上，然后擀均匀的头尾。中间跟旁边都要均匀的平平的擀，给它擀大，对，就它会很容易被你推开就对了。这里撒的是淀粉哈，生粉、素粉都可以。让它再醒一会儿啊。就重复这样的程序哈，醒一下，再擀开一下，这样重复2到3次，就可以把这个面皮擀到像这样这么大张了。那现在换一个擀面杖。对。然后呢，记得撒粉。好像还挺滑的。你先用使劲给它擀开。对了，这个就均匀了，也是转一圈。好，现在卷一卷。撒粉，一定要撒这个生粉啊，放圆中间了。不要太使劲，摁2、3下就好了，不然里面会有折痕。好了，然后再换一面，再来一下。好，卷了2、3卷就行了。好，当这
这个面皮足够大张的时候呢，现在就直接用这个擀面杖从中间往外使劲推。然后呢，就是把这个面皮擀成圆形哈，就是你可以不时的调整它的形状。那擀成比较工整的形状，切出来的这个馄饨皮就比较多。不，这里厚，外面比较厚，在这里再使劲一下，哪里厚哪里再使劲一下。边切一下，折起来切方便一点，啊，折2折3折都可以。这样的量，我们做出馄饨皮大概80多张。边角可以拿来煮面片吃，加些高汤、西红柿、蔬菜。现在我把扁肉肉馅的比例放在屏幕上，这里我加了高汤，然后我还用这个食品加工机把它打成肉泥。没有机器的话，你用筷子朝顺时针方向搅拌肉泥，一直到它把里面的汤汁全部吸收。今天乔大叔做的这个馄饨皮非常漂亮，薄如纸啊。他们通常是用竹片，好处就是你要抹在这个边上，让它都要有，它一会儿呢，这个皮就不会煮的时候不会爆开来，就让这个皮呢都粘住这些馅料。再来一个，往下挤一点。往尾巴这里挤一点，哎，这样就粘住了。吃不完的馄饨皮用密封袋装起来，3到4天的话放在冰箱冷藏就可以。如果时间更长，要速冻起来。扁肉呢要滚水下锅，现在来调汤汁：葱花、鱼露、白胡椒粉，还有高汤。这里我用的是排骨汤。老板娘，扁肉1碗，赶动车回家过年。来喽来喽，大哥扁肉来喽！哇，这个福州扁肉啊！扁肉西施啊，老板娘这么好看。哎呀，不好意思了，大哥，千万别这么说。大哥，你要醋吗？要，我喜欢吃醋。啊，你喜欢吃醋好啊，吃醋身体健康啊。还有辣椒酱。这是什么辣椒酱啊？这是俺们家自己做的辣椒酱哦。是吗？这么厉害啊？嗯，尝一尝。好嘞。哇，很鲜，很好吃。大家要知道，老板娘在 YouTube 上有个频道，大家只要搜田园辣椒酱，你就可以看到怎么做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喜欢的请给田园点个赞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更多的美食要跟你分享，我们下次再见。